2021年，家住攀枝花的一村民无意间发现自己家的柴火垛上有2条互相缠绕的毒蛇，然而没过一会，其中一条毒蛇却突然发起了攻击，到最后甚至直接将自己的配偶吞了下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这位村民看到的是2条名为眼镜王蛇的蛇类，尽管听上去与眼镜蛇差不多，但它们无论是性情还是凶残程度都要远远超过普通的眼镜蛇，并配眼镜王蛇的毒性特别强，自然界中的大部分毒蛇都抵抗不了它们释放出的毒液，一旦被咬上一口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他的蛇类虽然同属于冷血动物，但它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同伴，而眼镜王蛇却是个例外。作为独居动物的它们，一旦发现自己的领地内出现了其他同类的气息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它们，并且将对方的尸体当作是食物吃下。更要命的是，眼镜王蛇在交配时同样十分凶残，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雄性动物在交配时都需要征得雌性的同意，然而眼镜王蛇却完全不在乎，只要是他们看上的异性，就必须不择手段的得到。更离谱的是，一旦雌性眼镜王蛇有了反抗的意思，或是在交配时已经怀上了其他雄性的后代，那么它们同样会遭受到雄性眼镜王蛇的攻击，最终沦为它们的盘中餐。这样看来，雄性眼镜王蛇属实是十分凶残。既然眼镜王蛇有着吞噬同类的习惯，那么当雌性眼镜王蛇生下后代以后，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？当眼镜王蛇的交配期结束之后，雌性和雄性就会分开生活。对于雄性来说，它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，而雌性却需要独自度过漫长的孕期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雌性眼镜王蛇需要格外注意安全，毕竟一旦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遭受攻击，那么自己和后代的小命都很难保住了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蛇卵有一个合适的孵化环境，雌性眼镜王蛇还会四处游走，寻找一个温度适宜的地方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眼镜王蛇属于冷血动物，但它们的母爱依旧令人动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眼镜王蛇孵化蛇卵的这段时间里，它们几乎不会离开自己的蛇卵半步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他的动物对它们造成伤害，这样才能够提高幼崽的存活率，并且它们为了能够保护蛇卵，甚至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不吃不喝，一直到眼镜王蛇幼崽成功被孵化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导致雌性眼镜王蛇在这段时间里，一旦遭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，反抗能力会大大降低，死亡率也会因此而提高。不过为了幼崽能够安全出生，它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尽管雌性眼镜王蛇对于幼崽的爱丝毫不作假，但是只要幼崽成功孵化，它们就需要尽快远离。而它们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吞噬同类是它们的天性，如果一直和自己的幼崽生活在一起，那么迟早有一天会忍不住将它们当成食物吃下去。对于眼镜王蛇母亲来说，这无疑是十分残忍的。既然眼镜王蛇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如此高，那么为什么它们的数量却一直得不到提升？据资料显示，如今全世界眼镜王蛇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，甚至达到了濒危的标准，并且如今依旧在继续减少。按理来说，像它们这种实力强悍的物种不该过得如此凄惨。那么导致眼镜王蛇数量越来越少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？从眼镜王蛇自身的习性来看，它们吞噬同类是无法遏制的天性，也就是说，从出生开始，眼镜王蛇之间就存在着竞争关系。生活在同一片栖息地内的眼镜王蛇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，不得不将兄弟姐妹们全部杀死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活下去。因此自相残杀，就导致眼镜王蛇幼崽的存活率大大降低，这样一来数量就无法得到有效提升。不仅如此，眼镜王蛇从出生开始就没有母亲的庇护，所以它们要面临的威胁会更多一些。在它们还没有战斗能力的时候，非常容易被天敌吃掉，所以它们的数量才会越来越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样也影响着眼镜王蛇的种群数量。由于栖息地的减少，导致眼镜王蛇的正常繁衍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所以为了防止它们走向灭绝，能做的就只有对它们进行保护，以及停止对环境的破坏。如果继续放任下去，那么眼镜王蛇的灭绝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